父帅，婴儿，是不是城中有变？回禀父帅，儿已把城中之事料理完毕，特来帐前向爹请令。胡闹！不在城中守城，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是母亲让儿来的，母亲替儿守城，儿才赶来的。爹爹，您放心吧。儿啊，你要多加小心呐。是，父帅。去吧。哎，女儿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尚夫人，尚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啊，夫人。没事，可能是昨天休息不好。夫人，不对吧？你是不是有身孕了？你要再胡乱说，我可把你送回天心府。哎，夫人啊，这可是件好事。你想想看，要是让国姓爷知道这事儿，他得多开心呀！不行，你一定要回天心府，不然会有危险的。我这就告诉老爷去。哎，不许去！你想，这个时候军中粮草已断，援兵又迟迟不到，你想这个时候去告诉父帅，你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不许去！那你万一有什么危险，你怎么向国姓爷交代啊？你放心，国姓爷他忠君报国，胜于一切，他不会为此事而多虑的。那莫非国姓爷是块石头，他没有感情的？哎，你又胡说了。好了好了，听令，此刻出兵。是。大人请。微臣叩拜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老世卿啊，黄昭讨发来奏文，首战告捷，消灭了2000清兵啊，不知是否有所闻呢？坐。好。老世卿，黄阁老不会是谎报军情吧？依我看，这全凭我朝先皇的在天之灵和陛下的神威所致。万事能承天合运，这大明朝也会有些希望了。不过此行也确实难为黄昭讨了。既无精兵，又无粮草，居然能打这样一个漂亮仗。但如果朝野上下同心协力，那还何惧清军猖獗于一时啊？老世卿意下如何？陛下所言极是。今日请老世卿入宫，是有重要事情相托啊。臣岂敢不倾心竭力报效皇恩呢？如今朝廷出力，百废待举啊，而战事又迫在眉睫。眼下国库空虚，入不敷出，一旦危急，又怎能不捉襟见肘啊？前日有贤卿奏闻，有4种济困之策。奏文中说：一，满朝文武折俸助饷；第二呢，士绅大户捐饷；第三，预借下年的钱粮充作兵饷；第四，卖官鬻爵。朕以为这4种想法都欠妥当，一旦实行起来，只怕是饮鸩止渴，后患无穷，绝非万全之策。对，
啊，朕倒是想出一个好办法，不过要老事情亲自出马，方可力行啊。哦，陛下请讲。现在海上与洋务通商的船只颇多，前日朝廷因为诸事繁忙，无暇顾及。今日朝廷若是派船控制海口海域，设立关卡，健全税制，岂不是也可以补偿国库空虚，支撑亏损吗？朕思虑了很久啊，决定立即在海口设关。不知老世卿对此事意下如何？这老世卿世居民省，在地方上威望卓著，朕思量也只有将此重任托付于贤卿。什么？那是再好不过啊，其他人恐难担此重任呢。皇上这个主意确实是高臣一筹啊，臣就按圣意行事，绝不推脱。极好。平国公不愧是富国元勋朝廷的栋梁啊，想必已经是胸有成竹。朕静候老世卿佳音。谢皇恩。这等小人，我一定要把你揪出来。就是千刀万剐，就是千刀万剐，哼，也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孩儿拜见父帅。你回来了。父帅，我听说皇上把设海卡、收税银一事交给您去办了。我儿到底是久居宫中之人呢，这消息蛮快的嘛。坐吧。干此小事您就放心吧，以父亲的威望，一定能成功的。谈何容易？对于别人也许不容易，但对于父帅何难处呢？您战船百艘，谋士如云，而且对于海中之事，您又无所不通。倘若父亲没有办法的话，那么谁能够担当此任呢？您放心，我对海上之事也略知一二，我已奏明皇上，而且皇上已经恩准。若父帅处理此事的话，是再稳妥不过的了。什么？父帅，是我奏明皇上的。我想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呀。你我都是国家的臣子，若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，你我父子又有何颜面立足于朝中呢？你这个逆子，你事事处处和我作对，你误了我的大事，你懂吗？这海上的税银是我每年最重要的一项进项。早在天启年间，我们就往来于海上，我们拼命争夺，控制了海上大部分海口和海域。我们还有10几艘双桅大船呢，行驶在海上。凡是交纳税银的，我们就给他挂上一面小黄旗儿，让他在海上任意来往。那些没有交纳税银的，如果让我们给逮着了，我们就轻则扣船扣货，重则杀船上商贾的头示众。这么多年来，航行在海上的商船，没有哪个不敢交纳税银的。可你倒好，你把这么大的事情，居然给我捅出去了。父帅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事事瞒着朝廷呢？如今国难当头，父帅，你应该知道啊，应当极力维护朝廷才是啊。既然父帅早已见官立卡，这倒也省力了。父帅从今只把每年所缴税银如数交付朝廷，不就是了吗？什么？你让我把这白花花的银子交给这半死不活的朝廷吗？你做梦！父帅。
大木啊，你知道吗？为父这几年惨淡经营，为的是谁呀？啊？如果是为了我，那么我不要这种昧心钱。现在国难当头，应当同心协力，振兴国家。没有国，哪有家呀？你虽然投笔从戎了，但是你还是一个迂腐的呆子。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？啊！大明朝要亡了。现在这个小朝廷，不过是拖延些日子而已，还讲什么狗屁振兴啊！真是呆子说胡话。父帅，你身为朝廷重臣，岂可抛弃忠义之节，对朝廷存有二心呢？哼，狡兔还有三窟呢。哼哼哼，别说是当今豪杰了。就算是为父对朝廷怀有二心，难道你还敢弑父吗？父帅，若你真做出对不起朝廷的事情，引颈就刑，也是顺应国法的。大胆，就敢这么跟为父说话吗？别看在朝上你我同为臣子，但在家我是你父亲。你若敢不从家法，我照样可以处置你。海是大明朝的海，通商乃万民大事。父帅的家法也要顺应国法，一切由朝廷来管辖。你胡说！父帅。父帅，你没事吧？你给我滚！滚！请父帅多多保重。孩儿告辞了。逆子！逆子！来人呐！奴才在。主公有何吩咐？你去给我办件事儿啊！你这么说。是，奴才明白。回来。如果这件事儿要是走漏了半点风声，我要你的命！是，主公。粤海乃我生存之本，同养护士乃我祖传之业，特将来船烧毁，以示我兄弟之威。匪商如此猖獗，扰乱海口，朕若是坐视不顾，实难甘心。可是若以兵剿，上民定将全数毙之。陛下，郑芝龙一向诡秘，此事会不会与他有干系？先王列祖列宗在上，托上天恩赐，太祖威德。儿皇自历朝以来，意图振兴大明江山，利益北征，但事与愿违。大明朝之所以江河破碎，皆因朝中总有奸臣当道。而今我朝廷中人人皆知，平国公等人与朝廷怀有二心，他麾下兵强马壮，却按兵不动。儿臣念他为力挽大明江山，立而为力，对他所为一概不知。如今儿皇已成傀儡，振兴大明恐无大望。儿皇愧对列祖列宗。
奴才该死，搅扰皇上祭祖。臣已朽去，自请行鞭。如今清兵围困孤城，广信事险。臣是大明，如冰心之在玉壶，纵有万死，则一死为陛下也。速传旨，召郭姓成功后宫见驾。遵旨。微臣叩见皇上。爱卿，这是黄阁老黄道周发来的12万分火急的军中请援奏报。微臣虽不才，情愿领一支军，以解广信之围。成功，你的精神可嘉，可御林军兵微将少，难以担此重任。尤其是这兵饷。陛下，古人云：“大胆天下能去，小心寸步难行。”陛下若恩准，臣即刻奔赴泉州，向鸿逵叔父借兵请行。大母，你对大明的赤子之心，朕洞若观火。要是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忠心，就好了。但借兵之举，绝非易事。林清，在，准备起驾，朕亲往国公府。是。请求平国公出兵。若是不能，朕决以御驾亲征，宁为玉碎，也不为瓦全。遵旨。陛下，臣不惜万死，愿与陛下同往。好。臣叩拜陛下。万岁万岁万岁！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哦，陛下，朕闻国公贵体残疾，心中十分不安呐。不知近日贵体是否康复啊？托赖陛下洪福啊，近日大有好转。啊，坐。谢陛下。近日在府中略备了几杯薄酒，以示庆贺。没想到陛下御驾光临，这真是我郑家天大的鸿福啊！哈哈哈。广信遭困，朕心中焦急啊。而今平国公身体欠佳，更觉朝中无人呐。可是朕决以御驾亲征，以解黄阁老之困。不知国公意下如何？陛下，你御驾亲征，可是非同小可呀，定会使朝廷震动，百姓惊慌啊。况且从黄阁老的战报来看，这广信并非是千钧一发。陛下，你如若亲征，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
那是弊大于利的事情啊，请陛下三思啊！此外，臣闻广信危机，昨日已经派了远在延平的郑连带领2万精兵人马星夜前往救援，现在恐怕已经在路上了。平国公既然已发出援兵，为何不及时奏明朝廷啊？启奏陛下，古人云：“兵贵神速啊！”如果一旦走漏了风声，那敌人会有所防备的，我军就更难取胜了。再者，郑连远在延平，所以臣没有及时禀报朝廷。依贤卿所言，朕甚感欣慰。朕只有平国公，若蜀国有武侯啊，何愁大业不举？陛下，既然您心已宽慰，那就留在寒舍多饮几杯薄酒吧。不了，援军既发，朕思之，朝廷应该派得力之人充任监军，这样才能保证粮草无虞啊。此事不必陛下费心。关于监军一职，臣早有人选。微臣不才，愿领监军一职，请陛下恩准。好，有成功前往，朕自然无忧啊。平国公意下如何？这个逆子，臣遵旨。将军，请问郑将军可在营中？哦，本官就是郑将爷。小女子是何许人也啊？找本官有何公干？小女子是北招讨大元帅帐前副先锋官黄英公是也。小女此行是特来向将军请兵。此为书函。原来是黄阁老派来的女将啊！哦，失敬失敬，有话咱们到屋内叙说。将军，您可知道广信城如今危在旦夕？小女子来之时，已经3餐并作一餐，百姓们更是无米下过。将军，请您救广信于水火之中。如果您再迟些日子，不要说战死，就是困死、饿死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将军，请您还是顾全大局，早日派兵。我广信城的军事，所有百姓的性命，就全靠将军了。小姐且别伤心嘛，援军何时进发广信，朝廷太师爷他自有安排，我只知领命而行，不是我不愿意帮助小姐呀。你再说了，如今粮草都未运来，你叫我如何打仗啊？将军，我们天天战死沙场，你们却在这儿享乐。我的老父亲在战场上带兵作战，他为的是什么？早知如此，他老人家早就应该告老还乡，管他江山属于谁。郑将军，您不是说京师和太师爷不准带兵吗？那好，我此刻当面去见他。哎，小姐且别发这么大的火气，我岂是那不仁不义之人？啊，不劳小姐费心，我即刻派人快马前往京师求旨。小姐嘛，你就在我这儿住上3、4天，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这个无赖虽是讨厌，还不能过深得罪，也罢，就再等他几天。再说，还未见到运粮草的国姓爷呢。孩儿拜见父帅。
孩儿想问父帅，父帅何日允许我带兵将粮饷送往广信？哎，如今国库空虚呀，成千的关卡，上万的兵营，都缺粮草和救兵，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啊？哎呀，父帅，您对皇上坦言，急速驰援广信，可孩儿是皇上恩准和父帅允诺的监军，为何不给孩儿一兵一卒，一粒粮草，让孩儿去解广信之围呢？听说你媳妇儿也跟他爹到北关添乱去了？不是添乱，是尽忠孝道。你同意了？是的。糊涂！她嫁到郑家来，就是郑家的人，就要守郑家的妇道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难道苟且偷生，只顾寸地之利，不顾朝廷威王，这样的家他也要跟吗？大木，难道你让郑家断了香火不成？这衣裳是英姑临行前留下的。他走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有了郑家的香火。大木，你为什么不留住他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走的时候，已经流着郑家的血了。临别那晚，他说要告诉我一件事，但父亲差老仆前去叫儿，说有急事，实则是让我来陪你。不过我更加的崇尚于他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苍生，为了百姓蒙尘涂炭，为力挽朝廷江山。你们简直是气死我了，叫我进退两难。哼！夫人，郑将军求见。不见。哎，夫人，他说非要见你不可，说有急事。那就放他进来吧。郑将军，请。下去吧。是，夫人。小姐，若不是太师爷的严令，就只单是为你，我也值得上广信走一遭啊！郑将军，如果你有事，请先说是；不是的话，下逐客令。哎呦！好你个黄银姑，你等着，你逃不过我的手掌心儿！滚！哎，夫人，怎么了？我把他赶出去了。什么？赶快收拾东西，咱们回广信，事不宜迟，快去！什么？夫人，咱们还没有求到援兵，回去怎么向元帅交代呀？再说，就是回去也是白白送死啊！哎，夫人，你还没有等到国姓爷，何不索性再等等，等国姓爷来了再说？夫人，要不咱们等到明天天亮再说吧？
谁敢来你家姑奶奶？走，驾！走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夫人，怎么办呢？快，到了分水关就好了，驾！走小路，我们甩掉他们。顶回去！给我顶回去！拼死也要给我杀过去！秋云，夫人，咱们下去，上！
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救命！夫人，我的孩子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国姓爷。夫人。告诉国姓爷，广信城失守了。夫人。